都说危机就是转机，台中这家便当店遇到土地重划，客人严重流失，第二代顺势转型，打造成装潢复古的老宅餐厅，主打融合传统和创意的新台菜料理。唯一不变的是家传的排骨饭，因为这道菜有妈妈的味道，也有便当店的温暖回忆。吃排骨就是要有爽口感嘛，就是需要厚厚的。豪迈的厚切排骨，琥珀光泽一闪一闪，真的很诱人。肉很厚，然后多汁，因为没有吃过这么厚的排骨。喜欢大口吃肉的人，实在很难抗拒厚切排骨饭的诱惑。一口接一口的秘诀藏在厨房里。有洋葱，有蒜头，然后有糖。还有一些酱油，还有一些中药材的香辛料。排骨会好吃，少不了家传的腌酱配方，这是蔡建生从小吃到大的滋味。便当做得蛮多的，来吃的客人，每个都是点排骨，因为我弟弟也是做中药，所以提起我想起用这个中药。从小看着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蔡建生餐饮科毕业后就到台中餐厅跟老师傅学做菜。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嘛，然后后来才想说那回来接家里面的工作。妈妈的东西是传统的，那我也遵循她教我的东西，那我也慢慢的在手上，那有在做一点点修正这样子。气泡水是软化的部分。对，因为早期的排骨还没有到这么厚，我们做厚切就需要软化它。每块排骨都要两面去筋，再一块块抹上腌酱。腌制完成后，裹上面衣，下锅油炸。因为它这个排骨的厚度比较厚实，对，所以要用2次炸法，它才比较容易里面会有保留汤汁。炸得外酥内嫩的排骨，欲罢不能的好滋味，关键就在上桌前这一刻。用3种的醋，然后去调和的，对，就是包含就是有乌醋啊，有不一样的醋，然后去综合起来，让它酸的比较不会那么呛鼻。家传排骨饭到了第二代手上，不止料理排骨费工耗时，连米饭都讲究。嗨，林大哥，今天送多少来？60公斤。因为我当时坚持就是，台湾米其实不会输日本。一路以来，我也觉得我们台湾的某些东西都被低估了，就是像我们的米饭。像我们的排骨，其实我觉得它的价值不应该只有目前我们大家知道的这样。我希望它赋予它新的口味、新的样貌。它大量采用台湾的食材，像是经过发酵后的黑蒜，也拿来做料理。黑蒜没有另外加到高汤里面煮，就是因为它用炖煮的方式会比较清甜。先用猪大骨、鸡骨、洋葱、红萝卜熬煮4小时高汤，再加到放有黑蒜、鸡翅、香菇等各式好料的炖盅里。算准时间，打开锅盖，从蒸汽中现身的黑蒜鸡汤，香气立刻飘散开来。冷冷的天，喝下一口，从头暖到脚。这个大概是0.5左右。樱桃鸭胸，它也想融入台湾特色，跟排骨一样要厚切，一片0.5公分厚，不怕人吃。腌好的鸭胸进到锅里，和9层塔一起翻炒，才会充满台湾味。跟西式差别在于火候的控制。那就像我们常讲的，也需要有一些锅气，有一些手法，那就是控制火的大小。对，那
在餐厅的时候，这就特别辛苦。决定回家后，辛苦的日子还没完，和妈妈一起经营便当店，没过几年却遇上市地重划。重划的话，就会有人口外移，很多的公司行号，很多的住宅人口就会外移，所以我经历了2次的重划。我们在做便当的时候，曾经就只有营业半天，因为整天都没有生意。也因为这样，他顺势转型，把原本的便当店大改造，变成有着红砖墙、大窗框的温馨老宅。才出生满1个月，我就来店里了。对，所以他就坐在摇篮里面，然后就尽量能弄给他先睡就先睡。我以前也是在饭店有工作过，然后我读的科系也是跟餐饮有一点相关，就是家政科，所以我就负责外场，还有吧台出饮料的，很认真很负责。那我觉得就是负责任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因为如果嫁给他，我应该不会饿死。对，就是至少他也会对我负责吧。夫妻俩一起撑过了那段最难的时期，现在的蔡建生终于能在潮台前从从容容、游刃有余。我店里面有很多菜是一些早期在餐厅跟师傅学的一些老台菜，那老味道，那我有再重新把它诠释过。五花肉我会留着皮的部分，让它比较有嚼劲一点点，然后薄切，然后也是一样，它也是炒于酱香的，因为我想表现的就是我们的酱料。然后台式的火候，那因为这样比较代表台湾传统的菜色。我希望说台菜在我们手上，在我们这一辈可以发光发热，而不是被一般人都低估。那我希望说，我可以做出我们属于台湾的味道。他期待踏进这间餐厅的人能用舌尖感受回到家的滋味，也能品尝到一位料理职人承先启后的向往。